为了彻底转入黑暗，我请杀手暗杀自己。我给你3个师。没骗我。轻视特种作战思维，重视常规战思维。大规模作战跟小分队作战完全两码事，所以你得做出很大的改变。我不会让您失望的。准备下，到了地方之后，傅勇会带你熟悉环境。红宝家族的内部清洗很顺利，温妮夫人成为了家族内说一不二的夫人。其中最有实力的德维伯爵，佩斯公爵的弟弟，也遭遇了流放。伯爵先生，有人要见您。谁要见我？神话先生。德维伯爵被带走，很快见到了3金。10年后，红宝家族还给你。神话先生，您到底什么意思？以您的实力，大可将我抹杀，没必要这么做。因为我答应过佩斯公爵，他不想伤害温妮夫人跟约克小公爵，同样也不想伤害你们。3金的演技出神入化，他并没有跟佩斯谈过这种事。不管你相信不相信，这的确是佩斯公爵做出的决定，而我也答应了他一个要求。什么要求？帮你们彻底摆脱血族。德维伯爵面色顿时一变，他也知道血族的存在。摆脱需要缓冲期，否则你们承受不住。该说的我说完了，如果你信任我的话，希望以后能够配合；如果不信任就算了。我信任您。3金这么做是为了制约温妮，不给自己添乱子。离开别墅，3金赶往管家学校。老板您放心吧，我知道该怎么做。知道就行，多的话我也不说了。一旦奥利维亚出现问题，立即干掉他。明白。行了，这里的工作交给你们，我放心。有问题的话找乔治王子。3金在做最后的安排，因为时间不多了。飞轩，你觉得我是个怎样的人？有点不好说，随便说，以咱俩的关系不用藏着掖着。你跟曹丞相应该是一样的人，胸怀大志，又谨小慎微，颇有种宁叫我负天下人，不让天下人负我的感觉。我喜欢打仗吗？不，我比任何人都希望世界和平。我喜欢杀人吗？不，我对生命抱有最虔诚的尊重，不敢有丝毫亵渎。你信吗？半信半疑。你还算真诚，想救江家就让你爸学会放下，因为我还不舍得你。放下才有退路。有句话说得好，叫退一步海阔天空。3金用最平常的口吻威胁，通过江家让国内产生猜疑。佛伦斯议长，3天后有空吗？我要召开一个安保峰会，你得帮我站台。托尼将军，3天后过来，我要宣布一件事。3金一口气邀请了10几个人。3天后，安保峰会开启，这是3金筹备的一次露脸活动，邀请了很多重要人物。从幕后走到台前，其实也就那么回事。王子殿下，您是含着金汤匙出生，不明白我们这些人的心理，我们总得向世界证明什么。神话先生，您会为了世界和平而战吗？当然，哪里有不公，哪里就有世界安全保护部门，他们会保护所有受到压迫的人，让战争远离所有的天使。我相信你，这是送给你的花。接过鲜花，3金突然发现一个熟悉的身影。安德烈。这个安德烈并非勇士基地的安德烈，而是3金当初从2毛国地下黑市拳击赛带到港岛的人才。真没想到会在这里见到你，你还好吗？一切安好。突然，安德烈抽出薄如蝉翼的匕首，冲3金的要害猛刺6刀。大少爷！我操！刺杀！快叫救护车去医院！控制所有街区，控制所有人员，保护凶手尸体，不准任何人接触。托尼将军，请立即对凶手面部取样，我马上利用数据库进行搜查。还没赶到医院，3金就已经失去了生命体征。赶快抢救，不管能不能救活，必须抢救48小时。这时，几名龙焰特种战士赶来，持枪闯入手术室。你们干什么？神话正在接受。话没说完，乔治王子被打晕在地。3金的死不允许别人插手。时间1分1秒过去，3金在运输机上被紧急治疗着。先生，接下来您将会被人瞻仰，然后封在棺材里，埋在地下。6小时后，杀手的身份被查了出来。安德烈，原克格勃最顶级杀手，曾经执行过大小上100次任务，几乎全部为暗杀，现在为某杀手组织工作，而这个杀手组织背后结构复杂。闻言，弗伦斯几人不再怀疑。我们得去趟学校，确认神话是不是真的死了。神话老弟，我万万没想到会发生这种事，天妒英才啊！将军，北面的第3师出现混乱，西面的2个勇士驻地遭到袭击。3金刚确认死亡，就出现了各种麻烦。凌晨3点，2道身影悄无声息地离开猎人学校。做死人的感觉真不好，老子就死这么一次，以后再也不死了。师傅，接下来咱们去哪？回国。小虎子，你再忍忍，过些年会让你出现在猫哥面前。师傅，您死之后发生了很多事，秦王都快疯掉了，到处开战。不管这些，随便他怎么乱，老子现在需要养好伤。高原大陆，3个师在秦王手中彻底变成战争收割机，把不听话的小国全都撸了一遍。另外一边，为了给3金报仇，鹦鹉展开了全球刺杀。师傅，您不去看看几位师娘，我听说都哭得不行了。哭能代表什么？如果3、5年后还能为我守住寡，这才是我的女人。国内环境也变了，好在没有对豹子头他们实施绞杀，不过他们的日子也不太好过，没有了从前的风光。要的太多，脑袋掉得越快，这对他们来说是好事。港岛那边怎么样？受到了点冲击，但问题不大，毕竟已经回归了。
曹叔也转身进了立法委。伤养好了，也该干点正经事了。话音落下，一道黑影出现在三金身边。蛋黄，这是西南隐藏家族朱家的资料。黑暗的力量开始启动，全都是三金挑出来的精英。没想到朱家已经落寞到这种地步了。小虎子开工，去打架。子城地产公司是朱家近些年仅剩的产业之一。干什么的？大哥，我们是来找朱红艳朱总的。也不撒泡尿照照镜子，就你们还找朱总？一个不男不女的，一个穿着民工服，哪点不男不女了？我这是迷彩服好不好？什么眼神？我警告你们别惹事，否则让你们吃不了兜着走。哥，有话好好说。早这样不就得了？我们真是从内地来找朱总的，是远房亲戚。就你们，谁没有个远方落魄的亲戚啊？本来我们在内地做生意，结果赔了个底朝天，不得已才来投奔朱总的。没用，朱总现在也是自身难保。怎么说？被小刀会搞的。如果不是朱家对我们这些人着实不错，现在早就人去楼空了。朱家不是挺厉害吗？那么大的家族，怎能被个小小的帮会搞成这样？从前朱家有多风光，现在就有多落魄。你们要是早些年来的话，朱家随便动动嘴，也能让你们吃喝不愁。但现在嘛，那我们能不能见下朱总？朱总不在，他去望海楼了。师傅，情报上有这么惨吗？差不多吧，我还真不知道朱家落寞到了如此地步。看来这次咱们得好好干点活了。来到望海楼，三金在门口就听见了里面传来的污言秽语。朱总，这一杯你喝也得喝，不喝也得喝，别他妈在这里装清纯，还以为你们朱家跟从前一样。蓝总，我已经喝不少了，请您放尊重点。臭婊子，真以为自己是个贞洁烈妇，准备好摄像机，喝了咱的药，这婊子快受不了了。老子最不喜欢英雄救美了，算了，就当我倒霉吧。你是谁？你别管我，该干嘛干嘛，当我不存在就行了。你他妈是哪冒出来的？你干什么？这年头看个热闹都不行。三金上前查看朱红艳的情况，却冷不丁的被对方死死搂住。你干嘛？我是妹夫，别乱来。这是个意外，绝对不是我的本意。外面打斗不断，却丝毫不影响包厢内的疯狂。没多久，朱红艳终于清醒过来。醒了，收拾下回家吧。都过去了，成年人不就这么回事吗？选择忘记就行了。要不是我，你今天就惨了，没准都得被这个蓝总拿去搞团建。你是谁？三金笑了笑，掏枪指向地上的蓝总。你杀了蓝总？